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完了造石机，但是这个造石机呢，上次开机了一会儿，把下面的栅栏门都已经给炸坏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待会儿还要把这个栅栏门高度往下面再调一点，以及上面的红石，我没有给它加一个红石的脉冲，所以呢，它无法实现一直往下面投 TNT， 然后下面一直工作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机器进行完善，而且要在它的下面加上一排高速熔炉，我们将不会再缺石头来做建材。我们现在要把这边的栅栏门把它给拆掉，由于 TNT 的爆炸范围呢是已经可以触及到下面的栅栏门了，所以我们还要把它继续的往下面平移一格。哎呦，看得眼花缭乱了这个。哎，你进来了？你怎么饿死了？那是因为你那一次把你招出来的时候是在那个史莱姆农场里面蹦迪。哎呦，弄得我想砸电脑。发现了地板是熔岩做的，哎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死法？我们再来开几炮，下面的栅栏门我把位置改了之后，看会不会再被 TNT 给炸到。我们多开几炮，看下面有没有漏水，什么问题都没有吧？这上面石头也一切正常。啊，可以，下面没有漏水，我们就可以把下面平台都给整体往下移一格。到了最苦逼的时候了，哎，为什么 Mojang 不搞一个能够挖这个玻璃能够更快速的东西？从这一格往外输5个格子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第6格把它围起来，这边也围起来，然后还要做很多告示牌，把这边全都给封起来。我们在这中间贴一些告示牌，用来阻挡水的。我怎么在上面写了这么多 S 啊？好，泼水，这里正好我是放了8格，然后到第9格就打算下降1格，再把它全部都倒上水，这样就可以分流，把它分别流向两边。这两边的石头它们的处理方式不一样，一边要烧2次，一边烧1次。这一天好快啊！这一天就5分钟吧，怎么感觉像只有5分钟一样？又该要睡觉了。刚刚数的好像是再打2个，1、2、3，对，再打2个，打完2个就可以再做一个水流往这边冲，反正都往一边冲就行了。这边就用冰，我们的冰用完了，要去雪山去拿一点冰。哎，这不是叶凡吗？你在发什么呆呀？来刷一波，这边的冰道要把它做成阶梯式的，然后用水将物品冲下来，冲到那个方向。这边呢，我们要做一排炉子。这个冰道的旁边呢，我们要用玻璃把它封起来，这样水就不会到处流。好，然后放上冰块，把它打成水。哎，这个水流的到处都是。我们现在把它封起来。哎，你往前面流，我就往前面挡。你还说不高？你往上面还录了一个什么，像个烟囱一样的，还说不高？你做的是啥？是个大公鸡吗？怎么像一个公鸡？还是肯德基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冰道要往前面拐个弯，然后在冰道的后面的下方放上炉子。然后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到这后面来，把上面出上漏斗。那上面漏斗呢，就是进货口；后面出上漏斗呢，就是用来添加燃料的。这一排炉子也要往右边一直搭，我们要搭24个炉子，在炉子的下面全都接上漏斗。那么这些漏斗呢，全都要朝向一个方向，最后输送到箱子里面去。侧面的漏斗呢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做这个高速熔炉啊，也是需要特别多的漏斗，耗的铁以及木头都是相当的多。最后再把中间的漏斗的上面铺上上半砖。这样呢，到时候能够将物品送到中间的漏斗。在这一头，我们把多余的床把它拆掉。由于我们要做收集的箱子，所以呢，这里要摆上箱子。好，这里的漏斗也把它给拆掉。好，把箱子放上。那么这下面呢，再戳一个漏斗，这样2个箱子都可以有物品进入。在这个拐弯的地方呢，我们要放上箱子。特别箱子卡了这个碰撞箱之后啊，
这就可以从这2个格子的中间流过去。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漏斗上面全都放上铁栅栏。那么这个铁栅栏呢，可以用来挡水的同时，也可以允许物品从这中间流过去。最后呢，我们要用玻璃把另一边的水也给挡住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边的冰道上面，这里的水我们还没有铺完，我们仍然要往上面放上冰，然后呢打成水，这样水就可以拐弯的流过来。我们还需要在这里放上告示牌，这样呢水就可以把物品一直往后面冲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来检验一下是否这个物品能够从这个地方冲过去。我们打几个漏斗看一下，然后再往这个水流里面再丢一个物品，看它能否顺着这个地方流过去。好，它已经流过去了，就说明这个水流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贴告示牌。不喜欢这个金合欢这鼻子，感觉怪怪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还可以。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可以。眼睛如果弄成黑的，你可以换那个深色哦，没有深色项目。我们还要合成一些浮冰，由于靠近熔炉的旁边呢，不能用普通的冰，普通的冰是会融化的。在第2层漏斗这里呢，我们要放上浮冰这样这个冰它就不会化。最后铺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还要在这个浮冰上面倒水，用来传输物品的。我刚刚把这个刷地毯机做出来之后，发现这里的位置不够这个刷地毯机要放在哪里呢？我们得想一想。想了半天我也是打算就在地上做这个刷地毯机吧。那这个刷地毯机也只能够通过水电梯将刷的地毯把它送上去，这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其他地方都已经没地方做了。这个熔炉是专门用来治疗强迫症患者的，看着爽不爽？我觉得很爽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放上粘块。那么这个机器呢，就是用来刷地毯用的。这边同样的，我们做2台就够用了。上面再继续围高，在下面再放上2个珊瑚，珊瑚上面呢再放上地毯。我这里只做了3个，还没有开始复制，所以就暂时只放3个。然后上面再放上2个粘性活塞，我们再把粘块放上去。这边呢再来合成一下侦测器。好，我们再跳回来，拿出我们的侦测器，把它放到这个粘块上面。这个活塞上面呢，然后再放上方块，方块上面我们要铺上红石。这中间呢，我们把它打掉，这里放上拉杆，不对，好，放上拉杆，把它拉开，再一关，好，这里就可以开始复制地毯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有荆棘，有荆棘，有荆棘。好，我们拿了灵魂砂过来，把这边做成一个水电梯，再把这边的方块给敲掉。这里的冰块我把它搭好了，只要用普通的镐子把它给挖碎，就可以产生气泡柱。当然这上面要把它给挡一下，不然这个物品会在上面喷的到处都是。这边水它会把物品流到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来。这边也是一样，通过那个箱子的碰撞箱使这个物品从漏斗里面进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，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地毯都已经上来了。好，这后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继续往后面放冰块，再把它敲碎，赶紧用玻璃把它给封上，这样呢水就可以往后面流，将物品冲到这后面来。好，同样的操作，放上告示牌，继续放冰，再把它敲掉。这边呢是把多余的地毯可以把它给烧毁。这里怎么漏水了呀？肯定是我刚刚插的火把把这里的冰都给融化掉了。它怎么在冰上都滑不动啊？完了，这个箱子得多放一个你看它这个地方就已经滑到这里面去了，滑进去了。我得用箱子。那只能把这格改成箱子了。
好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还在卡呀？哦，过去了。我们在这里继续放牌子，继续往上面写 S。哎，居然写了个 A。这边还有2格，别忘了把水把它给泼上，可以使上面的物品继续往下面冲。哇，满了！哇，已经满了，可以，这个效率。你看现在，现在多的它就会自动的把它烧掉。我们再回到这个机器的顶上面，把这里的循环电路把它做好，继续往外面扩。这里呢，我们要放6个满档的中继器，同时也把它给围上。好，这就是开关了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开关，就可以拆掉，但这一拆掉它就开始工作了。好，开机。等一下，没问题吧？我怎么感觉第一个 TNT 怎么跟第2个 TNT 一起掉下去了？我那个档1个都没调，我在那瞎鸡儿炸，调了3个，我就调了3个，挺牛逼的。我就调了3个，我就开始玩了，我就开始这是瞎鸡儿玩。我是说怎么不对劲？是说怎么第1个和第2个一起掉下去了？完了！停一下，停机。它下面那个活塞推不动了，下面的石头要把它拆一下。哇，这上面还放了个工作台，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，怎么还有个工作台？哇，不够了。好，我们再爬到上面来，把这个开关打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石头正往里面送。哦，前2个已经塞满了，再来塞第3个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呢，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对游戏方面不太了解的一些问题呢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可以跟其他大佬一起讨论。那么我也会尽力给大家来解答的。好的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